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每天一睁开眼，脑袋就被待办事项塞得满满，房间永远像是昨天刚打过仗，家里每一个角落都在提醒你，这里还没弄完哦。甚至到了晚上，坐下来终于想喘口气，却又被焦虑感追上，觉得今天好像又什么都没完成。其实，我们不是不努力，也不是不在乎，而是太习惯了应付生活这件事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一种方式，能够让你从混乱人生慢慢走向简单有序，那就是每天只做3件小事，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极简生活节奏。这3件事，我每天都在做，看起来平凡，但却慢慢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今天，我要跟你分享这3个习惯，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实践，很快你就会感受到，生活可以简单，人生也可以更轻松。第1件事，每天花5分钟清空视觉杂讯。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投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桌子很乱的时候，你的情绪也特别烦躁？当房间东西堆满，你就更不想回家。其实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因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视觉杂讯会不断刺激我们的大脑，造成潜在的压力。什么是视觉杂讯？就是那些堆在眼前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东西，例如散落的纸张、昨天的外套、没盖好的瓶罐、开封未整理的包裹。它们不是乱，而是提醒，在潜意识里提醒你，你还有事情没做完。当我们每天一打开眼睛，走进房间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些未完成的任务，自然很难感到放松。所以我养成了一个简单却非常有效的习惯，每天早上或睡前花5分钟清空视觉杂讯。不是要你彻底打扫，不是大扫除，只是把不该在那里的东西归位。比如把昨天的咖啡杯拿去洗，把洗好的衣服折好放进衣柜，把包包里的发票、零钱清理一下，把书桌上的文具归位。就这么5分钟，你的视觉会变得干净起来，心情也会更轻盈。很多人以为整理是件很耗时的事，但事实是，你只要每天维持5分钟，就能避免累积成灾。极简生活的第1步，不是丢掉所有东西，而是让你生活中看起来乱的地方变得舒服一点。这是一个从外到内的调整，也是你和生活的第1份和解。第2件事，每天写下1件感谢的事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有太多的焦虑、比较、烦躁，手机上滑出来的都是别人的成功，别人的完美生活，而我们却在为生活的基本运转挣扎。这时候，你需要的不是更努力，而是重新连接你和这个世界的温柔连结。我想介绍一个非常简单，但非常疗愈的习惯，每天写下1件值得感谢的事。你不需要有一本精美的笔记本，也不需要写很长，1张便条纸、1则手机记事、1条 Instagram 限动都可以。内容也不需要惊天动地，比如今天早餐的面包刚好是你喜欢的口味，今天下班路上没有塞车，有个朋友回复了你一个温暖的讯息，晒好的衣服今天香喷喷的。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，却是生活里最真实的礼物。当你每天都这么做，你的焦点会从还缺什么转移到我已经拥有什么，从为什么我这么倒霉转为我其实很幸运。长期这样做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转变，你不再那么急着追求外在的更多，而是开始珍惜当下的刚刚好。极简不只是空间的减法，
更是情绪的减法、焦虑的减法、欲望的减法。当你心里有了感恩，生活会变得简单许多。第3件事，每天为未来的自己做一件小事。你还记得上一次为明天的你做准备是什么时候吗？我们常常太忙于应付今天，结果明天一到，又继续手忙脚乱，火烧屁股，久而久之，就觉得每天都被生活追着跑。但极简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是让我们从被动反应转为主动掌握。我每天会做一件事，替未来的自己省下麻烦，或者储备能量。你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开始试试看。睡前花3分钟列好明天的待办清单，替冰箱补好你接下来3天会需要的食材。每周固定备份1次手机资料，阅读10分钟你一直想学的理财知识，或者帮自己泡一杯热茶，好好休息。这些看起来微小的小事，其实就是你和未来自己的连结。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善待自己的事，都会在未来某一天变成你生活的稳定器。极简生活不是消极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有选择地，只做值得的事、必要的事，并且留下空间给未来的自己过更好的人生。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极简生活并不遥远，它不是一种激烈的丢弃，也不是刻意压抑自己的需求，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不再让生活被杂乱绑架，选择每天用一点点行动，为自己重新建立秩序与平静。当我们每天花5分钟清空视觉杂讯，环境就会开始变得温柔。当我们写下一件感谢的事，心就开始变得清亮。当我们为未来的自己做一点点准备，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与力量。这3件小事不需要花你太多时间，但却会在日复一日的累积中，为你打下稳固而安稳的生活根基。或许一开始你会怀疑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但请你相信，简单的力量往往来自最微小的选择。极简不是为了让人生变得无聊，而是让你有更多空间去拥抱真正重要的事物。它是一种减法的人生哲学，却会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充实丰盈。最后，我想送给你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：整理的不是东西，而是人生的节奏；舍去的不是拥有，而是混乱与疲惫。愿你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做这3件小事，让简单与幸福在你心中悄悄落地生根。我们一起走向更清爽、自在的极简人生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内容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频道，别忘了点个订阅按钮，这样可以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通知。同时，如果你们有任何意见或建议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